哎，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一只躺在抽屉深处很久没开机的旧 Android 手机？今天我们就要来把它大改造，把它变成一个专属于你超酷的个人云端伺服器。想象一下，所有资料都掌握在自己手上，那种感觉超棒的。真的，别再让它躺在那边淌灰尘了，变成电子垃圾也太可惜了。今天我们就来赋予它一个超级酷、超级强大的新生命。好，那整个流程呢，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来走。首先聊聊什么是私有云，然后准备一下需要的工具跟材料，再来帮我们的 App 打好地基，接着安装最重要的核心网络服务，最后做个最终设定，就大功告成了。OK， 在我们真的开始敲指令之前，先来聊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你自己的 Dropbox 或 Google Drive， 但最酷的是，它不是架在别人的电脑上，而是完完全全跑在你自己的手机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绝对的隐私，没有月费，而且你的所有资料都100%由你掌控，是不是超赞？听起来是不是超棒的？好，那我们就别等了，马上来动手。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要准备哪些工具和材料来打造这台行动伺服器。其实要准备的东西真的超简单。首先，你需要一只手机，系统版本是 Android 7.0 以上，然后储存空间嘛，建议是 128GB 或更多会比较够用。再来就是我们这次的灵魂主角 Termux 这个 App， 你可以把 Termux 想象成一个超强大的迷你版 Linux 终端机，它能彻底解放你手机的潜力。哦，对了，这边有个重点，记得要去 F-Droid 这个网站下载，这样才能拿到最新最完整的版本哦。好，材料都准备好了，接下来第3部分我们要来打地基了。这真的就像盖房子一样，地基一定要打稳。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把 Termux 的基础环境给设定好。OK， 打开 Termux 之后，先跑这3个基本的指令。第一个指令 pick update and pick upgrade Y， 所以 Y 很简单，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更新到最新版，这样最稳定。第二个 Termux set up storage 是让 Termux 可以读写你手机里面的档案，不然我们的云端就没地方放东西了嘛。最后这个 Termux Wake Lock 很重要哦，它可以防止手机睡着，这样我们的伺服器才能24小时不打烊。好，接下来这一步虽然不是必须的，但我个人是强烈推荐要做。我们要来设定 SSH 远端连线。你想想看，是在手机的小键盘上辛苦的打那长串指令比较舒服，还是在电脑的大键盘上轻松地敲字？答案很明显，对吧？这就是我们要设定 SSH 的原因。设定方法也很简单，首先用 pkg install OpenSSH 把 SSH 装起来，然后用 sshd 指令把服务打开，最后用 password 这个指令帮你自己设定一个登录密码，记得要设一个安全的哦。设定好之后，我们需要2个资讯，在手机的 Termux 里面，先打 whoami， 这会告诉你你的使用者名称，然后打 ifconfig， 找到你的 IP 位置。有了这2个东西，你就可以回到电脑上，用画面上这个指令来连线了。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Termux 的 SSH port 是8022，不是一般预设的22哦，不要搞错了哦。OK， 我们的基础环境跟远端连线都搞定了，接下来要进入我们这个专案最核心的部分了，安装核心网络服务。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要安装一些软体，把你这一台手机变成一台真正的网站伺服器，然后才能在上面跑我们的 Nextcloud。你看画面这个指令一口气就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装好了。这里面有什么呢？有 PHP， 也就是 Nextcloud 主要用的程式语言；有 Apache， 这是我们的网页伺服器，负责接待客人、显示网页；还有 SQLite， 一个小巧的资料库，再加上一些下载、解压缩会用到的小工具，是不是很方便？好，接下来这几行指令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对不对？别担心，你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去理解它在干嘛。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个自动设定的小魔法，它们会帮我们把 Apache 伺服器的设定档调整好，让它知道要怎么跟 PHP 合作。所以你只要完整的复制、贴上，然后按下 Enter 就搞定了。设定都好了，那就要来验收成果啦。
我们先用 Apache Cato Start 把伺服器打开，然后打开你的浏览器，输入你手机的 IP 位置，记得后面要加上冒号8080哦。如果你看到一个页面上面写着 It works 之类的字，那就恭喜你啦，代表我们的网页伺服器已经成功上线了。伺服器这个舞台已经搭好了，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要请我们今天的主角 Nextcloud 登场啦。我们用 wget 这个指令直接把它本人下载到手机里面。下载下来是一个压缩档，所以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用 unzip 把它解压缩。然后呢，把解压缩出来的所有档案全部搬到 Apache 的网页资料夹里面。最后再把用不到的安装档跟空资料夹删掉，保持干净。很简单吧？好，这边我们要先做一个小小的补强，来避免一个很常见的错误。我们要多装一个叫做 php_gd 的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的呢？它主要是帮助 Nextcloud 处理图片，像是帮你产生照片的缩图之类的。装好之后，别忘了用 Apache_Fitio Restart 重新启动一下伺服器，让设定生效哦。这里来分享一个懒人小技巧。如果你希望每次打开 Termux 的时候 Nextcloud 伺服器就自动帮你跑起来，不用再手动输入指令，那你就可以照着画面的提示，把 Apache CTO Start 这行字加到你的设定档里面，这样就超方便的了。我们终于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咯，第5部分，完成最终设定。所有那些黑底白字的指令都已经过去了，剩下最后一步，就是在漂亮的网页界面里点几下滑鼠就完成了。一样在浏览器打开你手机的 IP 位置加8080，这时候你会看到 Nextcloud 的设定画面，很简单，帮你自己取一个管理员的账号，设定密码，然后资料库的部分我们就选 SQLite， 因为对个人使用来说它最简单也最方便，然后勇敢的按下安装，给它一点时间跑一下。强江，看到这个画面就代表你成功了，恭喜你！这就是你的个人云端，一个功能超完整、看起来超专业的 Nextcloud 仪表板。最酷的是，这整个系统就跑在你那只旧的 Android 手机上耶！你真的做到了，你亲手把一只可能快被遗忘的旧手机变成了一个超强大的个人云端中心。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用它来自动备份手机照片，在你的电脑跟手机之间同步档案，甚至安全地分享档案给朋友。这不只是省钱环保，最重要的是，你的资料现在真正地回到你自己手上了。那么，你下一步想用它来做些什么呢？